这期播客是关于我在摩洛哥旅行的最后一期。上期的视频我的故事停在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我们刚进门的那个房间它是厨房，但是这个厨房里面什么都没有。我们当时是用一个煤气罐，所以是在这个煤气罐上做饭。今天的这一期视频我要给大家讲我从摩洛哥那个地方出来之后去到的所有的地方。我在去那个小村子的路上，我当时是坐公交车去的嘛，在那个大巴车上，我当时座位的前边坐了一个摩洛哥的女孩。我们在大巴车上开始聊天，互相留了我们的联系方式。他是来自摩洛哥的沃尔扎扎。沃尔扎扎的中文是什么？一定很长，所有摩洛哥城市的名字都很长。沃尔扎扎，这个是瓦尔扎扎特，就是很多美国的好莱坞大片都是在这个地方拍的，所以他是来自瓦尔扎扎特的。他当时在大巴车上告诉我，如果你结束了你在那个 Dagunet 的志愿者活动，你可以来我家，我邀请你来瓦尔扎扎特，带你参观我的城市。所以我离开那个地方之后，我就买了一张大巴票，就去了瓦尔扎扎特。很漂亮很漂亮的一个城市，很复古，很有那种异域风情的一座城市。摩洛哥冬天的昼夜温差真的超级大超级大。昼夜温差，昼是白天，夜是晚上，温差温度差异，昼夜温差很大。有太阳照着的这一部分是水，那没有太阳的这一部分是冰，所以就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差别。在摩洛哥有太阳是天堂，冬天的时候没太阳是地狱。这个女孩她的家人也特别的热情，他们真的是款待了我1个星期。她的妈妈做饭超级超级好吃，那是我第一次尝墨西哥的pastela。 如果有摩洛哥的朋友，你可以告诉我，我说的这个对不对？就是有鸡肉的 pastela， 还有鱼肉的 pastela。 我第一次在他家吃的是鱼肉的，不对，是鸡肉的一个很大的圆形的一个 pastela。 圆形的这个鸡肉的 pastela 应该是甜的。我当时在那个城市做的最多的其实就是在街上闲逛，在这里走走，在那里走走，在这里看看，去那里看看，因为真的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城市。白天有太阳的时候晒着也非常的舒服。我在那里待了1个星期，我觉得我该走了。我当时呢找到了另外一个志愿者活动，就是在一个摩洛哥家庭里面给他们的2个小孩教英语。那我做互惠生的这个地方叫乌雷дей玛，他们在这个阿嘎迪一定有中文名字，阿加迪尔，奇怪的名字。所以他们在阿加迪尔有一套房子，然后在乌雷дей玛也有一套房子，但是他们的小孩上学是在乌雷дей玛，那他们周末的时候就会去阿加迪尔。阿加迪尔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但是乌雷дей玛是比较小的。乌雷дей玛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作为游客可以看的一些地方，但是乌雷дей玛有一个超级好吃的甜甜圈，因为它那个甜甜圈是刚刚炸好的，放在那里，你要一个，他就把一个刚出锅的这个甜甜圈撒上糖，然后拿给你，就是你拿到手里的时候它还是热的，
然后你咬一口，脆脆的，哇，上了天堂的感觉。当时这个家庭里面的爸爸，他是会讲西班牙语的，然后他的妈妈其实也在学英语。那我跟这个家庭的交流其实比较流畅吧。跟我前2个地方相比的话，我跟他的家人基本上聊什么都可以。我就是在他家吃胖了很多。每天早上起来，我记得摩洛哥的早餐，我最不能忘记的就是那个阿姆鲁，应该是榛子酱啊，但它那个榛子酱是有榛子、橄榄油，还有好像没有了，还有蜂蜜，用那个石磨子把这些都放到一起，然后磨出来的那个酱简直是美味，人间美味。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酱，榛子酱。重申一下，这个不是榛子酱，这个是杏仁酱 almond 杏仁阿姆鲁。如果你去摩洛哥一定要吃这个阿姆鲁。好像是他的妈妈还是他的爸爸是博博尔族的哦，好像是妈妈。那他就会做很多游牧民族的那些饭，他们的那个塔吉锅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做法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时在他家也吃了很多这个博博尔民族的这个饮食。我跟这个家庭待了一个月的时间。那在这1个月结束之后呢，我去了卡萨布兰卡，终于到了卡萨布兰卡。我刚到卡萨布兰卡的时候的感觉就是它有点像欧洲的城市，因为它的那些市中心的那些建筑跟欧洲的建筑很像。我还记得当时我刚到卡萨布兰卡的那一天在下雨，所以我对这个城市第一印象很好。我当时是在一个学校里面，不是教英语，是给这个语言学校里面的孩子，在他们下课之后有做一个这个语言交换的活动，就是跟他们练习一下他们课上学的内容。比如说他们课上今天学的是介绍自己的日常生活，那我们可能需要去跟他们进行10到15分钟的口语练习，来聊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也在这个地方做志愿者的朋友。我们当时也去了其他的地方旅游，其中一个就是 The Blue City Chefchaouen。 舍夫沙湾。在之前的一个视频我讲过这个城市，蓝色的城市，超级漂亮。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茶是很有名的，就是它里面会放很多的薄荷，还有很多的糖。那这个其实是我在摩洛哥做的最后一个志愿者活动了。后来我去了丹吉尔。那丹吉尔是一个摩洛哥很北边的一个城市，它有这个西班牙的影响，然后也有很多人他们是会讲西班牙语。丹吉尔这个城市给我留下的印象其实不是特别的深刻，可能也是因为我当时马上就要走了，那我已经没有在一个旅行的模式当中去看这座城市。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当时要去的一家青旅，因为疫情的关系关门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在网站上写出来，就是通知我们他们不开门了，所以我当时必须要在当天找到另一家青旅住进去。在这个空档之间，我当时在问路，然后有一个摩洛哥的男生，他邀请我去他家喝茶。因为我在上一家青旅认识了一个从西班牙来的一个男生，那我当时也邀请了他，给他打了电话，问他要不要来他家喝茶。所以当时我们2个人都在这个摩洛哥人的家里。这个算是我在丹吉尔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吧，因为我只在丹吉尔待了差不多2到3天的时间，我就飞走了。
去西班牙。如果以后有机会，还是很想再回去的，因为我在南部的时候没有去到这个撒哈拉沙漠。我去了沙漠，但不是撒哈拉沙漠，所以我有机会，我还是很想再去一次，去看看撒哈拉沙漠。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摩洛哥留下的一个遗憾吧。